我不喜欢陆言离，该吃药。阮星辰不喜欢陆言，我不喜欢。我不喜欢陆言离。姐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知道吗？现在吧。陆总，你来了。阮星辰这次学乖了吗？陆总，您放心，阮小姐现在已经学乖了。我爱了这个男人10年。阮星辰，你烦不烦？你能不能跟你姐学学？你看人家多贤惠，再看看你，偏差着。没有第一时间冲上来粘在我身上，看来是真的学乖了。于姐姐心疼你，不计较你1年前发疯推她下楼，让我过来接你，一家团聚。把衣服穿上。阮星辰过去只是跋扈，1年前恶毒至极的把慧文推下楼梯，我才把他送到这儿来学规矩。怎么感觉……没事没事，我只是让他过来学乖的。谁让你们害他了？陆总，阮小姐是阮家的千金大小姐，咱们医院谁敢伤害她呀？陆总，阮小姐她喜欢装可怜，自残自虐博同情。您看，您这不就同情她了吗？阮星辰，演技不错啊，你真是本性难移啊，让我都差点以为你真的变好了。你给我滚开！阮小姐，快跟上去吧，我们还会再见。我们已经按照您的要求，把阮星辰给调教好了。您放心，他以后再也不会跟您抢陆总。你们做得很好。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没有伤害阮慧文，我没有伤害他。你们是假冒的，你们是假冒的，你们放开我！我们确实不是医生，但那又怎样？没人会相信是你的父母和未婚夫亲手把你送进来的。差不多就得了，走吧。妈，这件裙子好看吗？好看，我们家慧文真是越来越好看了，而且还是海内外知名作家，真是给我们阮家争光。妈妈真想溜溜那小脸蛋儿呀。是啊，哎，这慧文呐，要是咱们的亲生女儿就好了。爸，爷爷还在世的时候，为了报恩，把我跟一个林岩村村民的儿子订了婚。这眼看婚期就要到了，我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
国栋啊，你赶紧想想办法。慧文从小身子弱，那种穷乡僻壤的地方吃不消的啊。这种婚事直接拒绝就好了。爸妈不行，这是爷爷生前答应的婚事，我做孙女的不能反悔，只会让咱们阮家失了信誉的。实在不行就换亲，咱们阮家跟陆家是世交，陆家家世背景更雄厚。老爷子呀，在的时候啊偏心，非得给阮星辰定下那么好的婚事，让咱们家慧文嫁到山里。更何况严礼这小子根本就不喜欢星辰，他一直讨厌星辰纠缠他。他喜欢的呀，其实一直是咱们家慧文。咱们阮家坚决不能因为阮星辰断了陆家的帮扶。就这样，让星辰去山里磨磨他的性子。可是这星辰他从小也没吃过苦呀。让他听到这种话，又得大哭大闹。我同意换亲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星辰，你怎么那么傻？你在疗养院有好好吃饭吗？不说了，我同意换亲。我替阮慧文嫁入大山，盗用我的笔名，书就是你写的吗？严礼，新人说的是什么话呀？精神病院不是说他的病已经好了吗？阮星辰，你姐姐现如今是海内外知名的青年作家，是整个海城的骄傲。我看啊，就是精神病院管理还不够严格，赶紧给他送回去。把我送进精神病院，谁替他嫁入大山？先生、夫人、陆少爷、小姐，这位是从林业村过来的，说是阮老爷子和他们家有过婚约。快给他赶出去，很脏啊！这什么脏东西？赶紧扔出去！都说阮家大小姐是知名作家，温柔如水，看来也不过如此。啊，我爸妈说了，半个月之后接阮小姐走。你们谁接这个婚书啊？我阮星辰取消和陆延礼的婚约，我自愿代替阮慧文嫁入大山，绝不反悔。我为什么会对这个女人有种很熟悉的感觉？星辰，你不要意气用事。你确定要接我的婚书吗？半个月后，你来我家，我就嫁给你。好，等我准备好彩礼，半个月后带你过门。哎，这！阮星辰，严礼，新真想嫁就让她嫁了呗，这样我们不是可以结婚了吗？阮星辰，我们陆氏集团总裁夫人的位置，确实只有慧文这样家喻户晓的大作家才配得上。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，从小到大你哪样比得上你姐？你姐人家现在是家喻户晓的青年作家，你再看看你啊，你只会给阮家丢人。星辰，你别再任性了，你姐姐那么优秀，阮家还值她争光呢。陆家那么好的家世，指定看不上这样的你，就把这礼让给你姐姐吧。啊！喂，出版社吗？我是作家新闻，麻烦你在作家论坛的时候帮我做个证。什么穷鬼，都想来我们海市攀亲带故，还想娶我们家慧文小姐。穷鬼配精神病，去你的！滚！别走，阮家人不识货，咱们这东西啊，价值超百万，他们还不收啊！要是知道您是海城首富丽家的掌权人，怕是朝子都要悔青了。不过
您这主意倒是不错，装穷，让他们主动退会。是，夫人是作家心中的头号淑粉，所以才坚持让您娶她过门。没想到是个嫌贫爱富的女人。谁说他们退婚了？回去准备一下，半个月后跟我来娶亲。这接新娘。什么？厉总，厉总，新乐同意了。李总，新乐真的同意了。去查一下阮家二小姐阮星辰，我怀疑她才是真正的作家星落。盗用我的笔名，书就是你写的吗？像阮慧文那种嫌贫爱富的女人，确实写不出大海这种格局的书，这里面肯定另有隐情。去出版方。听慧文说，你故意装作不吃饭，就等着我来哄你。你要是现在过来反驳求我，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你做我的情人。星辰，别任性，吃点东西好吗？爸妈，星辰明显对咱们还有怨，明天就是作家论坛会了，我怕。星辰，你姐姐明天代表阮家去参加青年论坛会，乖乖在家听话，别出去好不好？阮慧文，你在怕什么？你是怕我出现在作家论坛会上，告诉所有人我是作家星落，对吗？星辰，你到底要怨我到什么时候啊？你简直不可理喻。星辰，出版社的回信是寄到家里的，妈妈签收。这从小爱撒谎的毛病，我姐姐真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？你就没想过，出版社是寄给我的吗？我看你就是冥顽不灵，把他关起来给我看好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能让他离开。是，老爷。爸妈，星辰对我还有意见，我想跟他好好聊一聊。哼！星辰小姐，你别怪我，这一针都可以让你浑浑噩噩吃傻疯疯一整。就算你逃出去了，到论坛会现场，大家一直不能一时疯子。1年前，就是阮慧文指使你把我送进精神病院的吧？阮星辰，你疯了吗？你这是在杀人！你不是说我是精神病吗？精神病杀人不犯法，不如我现在就杀了你！爸妈，救救我！爸妈，开门！对不起，我给姐姐开门。妹妹。阮慧文，就这样杀了你，搭上我一条心，不值得。来，没事吧？爸，妹妹要杀了我！你疯了！干嘛那么狠不动？他要杀了慧文，慧文明天还要参加作家论坛会呢。慧文可是咱们阮家的颜面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，不许离开房间半步。是。阮星辰，我倒要看看明天的作家论坛会你要如何出席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儿子，见到我儿媳妇了吗？见到了。她在生活中怎么样啊？我真太幸运了，没想到前几年给你定下这门亲事，竟然是大作家星落。哦，明天星落要参加海城青年作家论坛会，清北的教授也在。妈作为颁奖嘉宾，我可以亲自给我的宝贝儿媳妇颁奖了。去参加可以，但是阮慧文可不是您的儿媳妇儿，别忘了。啥意思？阮慧文嫌贫爱富，让她的妹妹换亲，现在愿意嫁给我的叫阮星辰。换亲了？想到星落这个孩子也是个嫌贫爱富的，不应该呀，能写出这么好的书，怎么会？夫人，出版社那边给我回消息了，出版合同上的签订有身份信息根本就不是阮慧文，是阮星辰。他果然没有撒谎，一直都是阮慧文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夫人，阮慧文盗用了笔名，真正的星落是阮星辰。这慧文小说我见过，就不我们家北辰，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？糟了，阮家和阮慧文肯定不会轻易让星辰到现场的。去帮忙。守好了，绝对不能让那个疯子出去，坏了阮家名声。是圣上。阮星辰啊，阮星辰，过了今天，作家星落就只能是我，你的一切，包括你的未婚夫陆延礼，都会是我的。今天的颁奖嘉宾是厉夫人，咱们海城的首富啊！太羡慕阮家大小姐了，人长得又漂亮又有才华，还被厉夫人如此赏识。今天的论坛会正式开始，接下来让我们邀请作家星落上台发言。星落，这本书里有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，叫慧娘。这个人物悲情又立体，你能说说你的创作过程吗？创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呢，我想起了我的外婆。你不是作家星落。我的书中根本就没有慧娘这个角色，她根本就不是这本书的作者，我才是。她根本就不是这本书的作者，我才是。放开我！我不是。阮星辰，你又来发什么疯？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场合？他说的没错，书里确实没有慧娘这个人物。厉夫人，这本书是我3年前写的，很多人物我都忘记了。这本书是星落的成名作，忘记了，这个理由太牵强。厉夫人，我1年前是我妹妹把我推下楼梯，撞到了脑袋，记忆力错乱了，所以才会忘记。阮星辰就是个疯子，请大家不要相信他。我这儿有他的精神病的诊断书。什么？他竟然是精神病？什么？他竟然是精神病？别怕，别被他们带乱节奏。没错，阮星辰就是精神病，他在精神病院已经关了1年了。这次来，他就是为了给他姐捣乱。他从小就嫉妒他姐姐，我能证明，慧文就是星落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
阮星辰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非要毁了你姐姐才满意吗？就因为我决定和你退婚，和你姐姐结婚，你非要这么恶毒吗？你这样的疯子啊，我们陆家迟早要退婚的。只有像慧文这样的才女，才是我们陆家的儿媳妇。厉夫人，别听这个精神病胡说八道啊！大家好，我叫阮星辰，我才是这本书的作家。星路，1年前，阮慧文陷害了我，联合我的家人把我送进了那个地方。这1年里，我没有出过任何新书。夫人，抱歉啊，他就是个精神病，我先把他带回去。你有什么资格动我的未婚妻？你什么身份也配和我说话呀？厉夫人，他就是个臭要饭的，跟阮星辰这个精神病一起来破坏论坛的。你说谁是臭要饭？你说谁是臭要饭？就是他，他就是从离烟村来的臭要饭，跟阮星辰这个精神病狼狈为奸。赶紧把阮星辰那个精神病带走，把这个臭要饭的都带出去。他才不是什么臭要饭的，他是我未婚夫。星落果然是个不错的姑娘。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作家星落呀？谁不知道阮家二小姐阮星辰就是个疯子呀？各位，我是精神病院的医生，阮星辰是我的病人，我来带他回去。他发病时具有攻击性，请大家小心。别害怕，有我在，没有人能带你走。果然是个精神病，他根本就不是作家星落，一个疯子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好的书？对呀，这精神病就是来捣乱的吧？星辰，有病就去治病，别在这里发疯了。阮小姐，我说过，如果你不听话，迟早还会落到我手里。走吧。精神病还装什么？赶紧走吧！这好好的座谈会都让给毁了。就是，赶紧下来吧！还磨叽什么？赶紧拉走啊！我不是精神病，我没有。不要阻碍我带走病人。我是他的未婚夫，我申请给阮星辰重新做精神鉴定。又是个穷民工，别多管闲事啊！厉夫人，让你见笑了。我妹妹她真的是个精神病，她在精神病院里住了1年呢。我们厉家有全海城最好的精神病疗养院，全国最好的精神病鉴定专家，把专家叫来。好，厉夫人不用麻烦了，我们已经鉴定过了。你在怕什么？怕鉴定出来他没有精神病，一直以来就是你们在栽赃陷害。阮小姐，我怀疑你根本就不是医生，打着精神病院的名号囚禁他人。报警！好。厉夫人，就算他不是精神病，他也不是作家星落，我才是。我们是阮星辰的爸妈，我们能够证明阮慧文就是星落，阮星辰他就是个精神病。您自己的女儿不信，反倒向着外人。你还不是她合法丈夫，凭什么管我们家事？他当时伤害他姐姐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事实。哼，根本不用精神鉴定，他肯定不是作家星落。妈，待会证据到了，希望你还这么自信。阮星辰，你找了谁？你在怕什么？慢慢等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撕开你虚伪的面孔。我能作证，作家星落就是阮星辰阮小姐。作家星落就是阮星辰阮小姐。我是海天文学出版社的主编，到现场来为她作证。我能证明作家星落的真实身份，
就是阮星辰。怎么可能？她怎么可能是作家星落？她就是一个任性的大小姐，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好的书啊？不可能！陆延里，你真恶心！你还想狡辩什么？不是的，原来阮星辰没有撒谎，他就是星落。那阮慧文太恶心了，居然冒用别人的笔名。阮慧文一直在撒谎，那阮星辰的精神病不会也是假的吧？爸，是星辰故意陷害我，我没脸活了。慧文，阮星辰，看你干的好事儿！你姐如果有3长2短，从今以后给我滚出阮家！星辰，你真的是作家星落？陆延里，别靠近我，真恶心！就算他是作家星落又如何？一个疯子而已。就是啊，绝不能让一个疯子进我们陆家的门。或者，同志，我都是听家属的，这事跟我没关系啊。跟我走一趟。星落，你愿不愿意跟专家再去做一次精神病鉴定？别怕，我陪着你。别紧张，星落，我相信你没有精神病。我是你的书粉。抱歉啊，今天打扰了你们的座谈会。星落，我有一个儿子，至今未婚，你愿不愿意嫁到我们厉家？那可是厉夫人，厉家可是首富啊。是啊，阮星辰要是嫁进去，那可是一步登天了。只要你嫁到我们厉家，以后看谁也敢欺负你。抱歉啊，伯母，我未婚夫他人很好的，只要他愿意娶我，我就愿意嫁给他。好，好，哎，星辰，算了，再怎么鉴定，他还是精神病。等到厉母知道他是精神病了，厌弃他，怎么办？慧文儿，你别想不开。这个阮星辰简直就是不给他姐活路，我怎么能生出这么个东西？阮慧文，星辰就是作家星落，你为什么要欺骗大家？爸妈，延里哥，这本书确实是星辰写的，不过是他1年前告诉我，他社恐不想出席任何活动，才让我代替他的。所以他让慧文代表他出席活动，又当众让慧文下不来台，他心机太深沉了。我们阮家生不出这么恶毒的东西。我们阮家生不出这么恶毒的东西。厉夫人现在肯定已经厌我，我没法活了。慧文啊，你放心啊，之前都已经鉴定过了，他就是精神病，现在重新鉴定，他依然还是精神病。等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啊，这厉夫人肯定对他失望，放心啊。是啊，慧文，星辰啊，已经分了1年了，他肯定也写不出什么好书了。等他回来，妈妈劝劝他，让他把笔名给你，好吗？真的吗，妈妈？哎，慧文，刚才我爸呢给我打了一电话，说咱们陆氏进了厉家博物馆的最后的招标阶段，但如果这个星辰能够把笔名让给你的话，我想这几天在招标现场就带着你去好好跟厉夫人解释一下。谢谢你，延里哥。
站住！你还有脸重新申请精神鉴定？你不嫌丢人呐？你现在是把阮家的脸都丢到厉家去了。星辰，我们确实是不知道你是作家星落，但是你明明生病了，就已经把笔名给了慧文了，可你为什么还要毁了他呢？可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呢。行了，既然厉夫人已经知道你是精神病了，她以后肯定不可能跟你有任何交集了。你这样，现在马上把你的笔名让给你姐。笔名我是不会给她的。既然我决定替她嫁去大山，那你们就要给我送一份嫁妆。还有脸要嫁妆？你这个丢人现眼的疯子！现在首富厉家都知道你是精神病了，我们阮家没你这个女儿。这个嫁妆我要定。我阮仙城从今天开始断绝和阮家的一切亲子关系，从今往后，无论贫穷富贵，毫无瓜葛。阮星辰啊，你要和阮家断亲，你这是自寻死路啊你！星辰，你别意气用事，妈妈，你已经不是我妈妈。从阮慧文进入阮家的那天开始，你就是她的妈妈。你就不能让你姐姐吗？你已经疯了，不会有出版社要你的书的。你这个笔名浪费了，还不如就给你姐姐了，好吗？从小到大，我所有的事情都让着他，包括我的未婚夫，还不够吗？你这么护着阮慧文，哼，难道她是你的私生女啊？你闭嘴！阮星辰，你就是精神病啊你！陆先生，阮夫人，这个是海城最有权威的医生做的鉴定，我不是精神病。你怎么能叫妈妈阮女士呢？我是你妈妈呀，这鉴定书不准的，爸，你爸没的时候还不是看着呢？爸妈，星辰不会拿了一个假的鉴定书过来吧？阮星辰啊，你是真长能耐了，都学会造假了。1年前，就是他，阮慧文，教唆保姆在我饭菜里长期下药，导致我疯癫。星辰，我跟你究竟有什么仇？你为什么要诬陷我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二小姐，你处处欺负大小姐，还抢大小姐东西，你怎么还有脸诬陷她？有没有胡说八道？你们去跟警察说。从现在起，阮星辰的靠山是我。你一个农民工，社会最底层的人物，真是大言不惭。我要是想弄死你，轻而易举。我劝你不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挑战我的底线。你的底线在哪儿啊？住手！跟我们走一趟，请接受调查。不是我，二小姐，她就是个疯子，胡言乱语。我们依法搜查，请你们配合。阮星辰，你和这个穷酸小子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，就是为了钱吧？星辰，你拿这个骗妈妈，就是为了骗家里的钱吗？到底阮星辰是你亲生的，还是阮慧文啊？这是让人封冤的毒药。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大小姐，救救我！大小姐，我可不是跟你说的。阮慧文，
你还真是心肠狠毒似蛇蝎啊！阮娇好心收留你，你竟然指使保姆对自己的妹妹下毒。慧文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妈，不是这样的。王妈，你还有个在国外读书的儿子吧？为了孩子，你竟然这样做，你竟然敢污蔑我！都是我一人所为。二小姐她骄纵蛮横，总是欺负大小姐，我看不惯。你竟敢害我女儿！星辰朵，妈妈真的不知道是保姆害你的。星辰，1年前是保姆害的你。我当时去精神病院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告诉你，不就是你让那些精神病院的人控制我的吗？让我不再喜欢你，不让我缠着你，不是吗？还有，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控制我的吗？他们把我绑起来，强行灌我药，还电击我。没有，我没有。陆延莲，你成功的让我恶心。阮星辰，我当时送你去精神病院的时候，我只是想让你乖一点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故意演给我看，好在现在跟我提条件，对不对？真恶心，确实恶心。我们走。他还不能走。厉夫人很看重作家星落，现在全网都在说星落是阮星辰，不是慧文，我怕影响两家合作。陆家和阮家都不能失去和厉家合作的机会，一旦得罪厉家，你我两家都没有好日子过。阮星辰，你马上召开记者会，澄清今天的论坛会就是一场闹剧。星落就是你姐，我阮家买断你所有作品的版权，你给你姐当一辈子枪手。我阮家还会给你一笔巨款，让你在灵岩村不至于和这个穷酸小子饿死。你们阮家的无耻程度，真是让人震惊。星辰，你姐从小脸皮薄，你这么一闹，她活不下去的。你要不就把笔名让给她了。希望你之后不要为了今天的决定感到后悔。爸，伯父伯母，你们不要心疼，这个笔名我不稀罕。我认识厉夫人的亲外甥秦真，他跟我是好友，他可是厉总的亲表弟。等博物馆招标的时候，我会让他引荐我们跟厉家的人见面。毕竟厉氏集团还是厉北辰说了算。慧文认识厉夫人的亲外甥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反正她马上就嫁去穷山僻壤了，就算是知名作家又如何？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翻身了。是吗？就你这种穷酸，怕是一辈子都见不到首富厉家的人。伯父，这次的竞标我们陆家势在必得。如果这次我们陆家成功的话，我就在现场给慧文求婚。眼里，我一定会拿下这次跟厉家的合作的。既然陆家要在竞标会向他求婚，那我也在竞标会向你求婚。爸，他说这话可真可笑，他大概都不知道招标是什么吧？你真以为你这种穷乡僻壤来的，能够进入招标会场？我们就回灵岩村。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你一份大礼。还有他们，不用这么破费，只要你肯娶我，我就跟你回去。那我倒要看看你们到时候能不能进得去这个竞标现场。哎，我好像听说这个竞标会场要验资的吧？那这个穷酸应该进不去了吧？不用理他们，我们走。
天他可是出尽了风头，他还以为他以作家的名头就能带那个穷酸进竞拍会场，没有1个亿的资产，连大门都进不去。爸，星辰要真带那个穷酸去招标会场的话，那会丢尽咱们阮家的脸的。你放心，他要是敢去丢脸的话，我就敢当众宣布和他断绝所有亲缘关系。从此以后，他是死是活，跟我们没有1毛钱关系。糊涂，你不能这样，她毕竟是你亲女儿啊！这都是你惯的，还好意思问我？阮星辰，就算大家知道你才是作家星落又如何？你的爸爸妈妈，你的未婚夫，可全都站在我这边。我让你找个破点的出租屋，你给我整个这么个地方。您要装全，那我不得找个跟您符合实际身份的吗？星辰，这儿虽然环境是差了点，但是没事儿，这可比精神病院好多了。再说了，咱们收拾收拾不就好了？我跟你一起。我去，我们从小五指不沾阳春水的厉少，居然亲自干家务了，这演戏也太拼了吧！李总，还是别继续隐瞒身份了吧，万一阮小姐生你气，不嫁给你的咋呀？星辰，先别忙活了。我有个事儿跟你说。其实我……你这算私闯民宅？就这地方也算民宅啊？阮星辰，我找人跟着你们，以为你跟他们住上什么好地方呢？结果连普通人的生活都差一大截吧。还好他同意了换妻，你要是嫁给这种穷酸货，可真是倒霉。你爷爷可真是偏心啊，自己欠下的恩情居然让你偿还，还给你介绍这种婚事。就是因为穷酸，那个老东西才会让我嫁。不过他到死都没有想到，现在嫁给这个穷酸的是他最疼爱的孙女阮星辰吧？你们没病吧？赶紧出去！都怪我没关门，把这2个疯狗给放了进来。滚不滚？滚！该滚的人是你们。二位，对不住啊，现在这个房子我不能租给你们了，因为这位小姐给了我10倍的租金呐。你这算违约！你这算违约！没事儿，这种破房子还有人上赶着租呢，这算房东违约啊，要赔我们违约金的。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你们还真是天真啊，以为我只是想抢这套房子吗？你这个从山沟里来的，就应该回山沟里去。只要你们留在海城1天，我敢保证，没有一家人、一家酒店敢收留。阮慧文，没事儿，阮小姐，你别太狂了，我怕你一会儿打脸的时候会很疼啊。不信就试试咯。行，那我们就住力士集团旗下的兰亭酒店，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阻止我们。你一个农民工，怕是不知道兰亭酒店有多贵吧？你1个月的工资都住不起啊！阮慧文，你现在连装都不装了。把协议给他。阮小姐，听说你给了阮家断亲书，既然选择了断亲，那就把自愿放弃阮家遗产继承的协议签一下吧。还有那个老东西留给你的字画古玩和市中心黄金地带的那套豪宅。谢谢你提醒啊，你们阮家还欠了我这么多东西，多谢提醒。阮星辰，
快，谢谢姐姐。我们到时候住什么酒店？免费的。谢谢姐姐。咱们呀，到时候就住家里，结婚也住那儿，免费的。阮星辰，你要把爷爷留给你的东西跟这个野男人分享吗？他是我未婚夫，等我们结婚以后，我的东西都可以分享给他，关你屁事啊！怎么，你想吃软饭是吗？你就不怕你村里的那些人诟病你？你这话说的，我老婆愿意养我，我开心还来不及呢。行，阮星辰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那我们等着，看看谁后悔。拜。星辰，我其实没事的，我不会因为你穷酸就跟你悔婚的。再说了，我爷爷还留了一套房产，还有一些遗产呢，足够咱俩生活的了。我是说，别说了，没事的。咱们现在该把属于我的一切都夺回来。走。啊。你看那个房子是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，好看吗？这是我们慧文小姐住处，没有她的允许，谁都不允许进。看来阮慧文鸠占鹊巢的习惯上瘾了。这个房产是我爷爷留给我的，那又怎样？你有精神病，你的一切法定监护人说了算。你爸已经把这套房子送给慧文小姐住了。看来阮慧文没告诉过你，我已经重新做过精神鉴定，结果显示我没有精神病。这个财产是属于我的，任何人都拿不走。听懂了吗？走。把所有阮慧文的东西通通都给我搬出去。拿走拿走，这个破包也是的，拿走拿走。哎，星辰，你要干什么？为什么把你姐的东西都给扔出去了？这是我爷爷给我的东西，我扔他东西怎么了？你已经跟阮家断亲了，这个房子已经不属于你了。我已经把这个房子送给你姐，作为她跟陆延礼结婚的嫁妆了。爸妈，星辰太过分了。星辰，你这是越来越颠了，她可是你姐。妈，希望你不要后悔把她当女儿。少跟他废话！你现在马上带着这个穷小子给我滚蛋！这个房子我现在已经做主送给你姐了。我看今天谁敢动！所有阮慧文的东西，今天都给我扔出去！今天的工资我加倍！阮星辰，你有病就去治病！放开！你放开你姐！放开他们两你！星辰，我知道你是在意气用事，只要你能去到厉氏的招标现场，只要你给我说一句你错了，你当众给我和慧文还有他爸妈道歉，我就可以原谅你。阮星辰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会心甘情愿换妻？这就是他的小手段而已，欲擒故纵。只要给他台阶，他一定会下来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去的。我就知道，在和我玩欲擒故纵。你，这套房子在我名下，你们要是再这么胡闹下去，信不信我报案？到时候媒体来，看看丢人的是你，还是我？你真的要去他的婚礼现场吗？去啊，肯定去啊！他不是说了吗？招标会现场需要验资的，我爷爷送给我的可是上亿的房产，到时候我们肯定有资格送他们一份大礼。对了，到时候你帮我去做一份亲子鉴定。好。
你是说，阮慧文不是你父亲恩人的女儿，是他的私生女？我很期待这个秘密被揭开之后，他们所有人的反应，尤其是我妈妈。她把小三的女儿当女儿宠了这么多年。夫人在做饭了，好香啊！她留我吃饭吗？就知道吃。精神病院那边调查的怎么样？伤害夫人的主治医生，证件全部都是伪造的，压根就不是医生。我们的人盯着了，按您说的，不会打草惊蛇。盯着阮慧文，他一定会去找那个医生，留好证据。给阮家的这份彩礼，我得送到。好。你疯了！谁让你随便联系我的？我也没办法呀。阮星辰他报警了，现在警方正在调查，万一查到我头上，咱们俩都得完蛋。当初不是你让我……管好你的嘴！阮慧文，现在说这些有用吗？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当初可是你给阮星辰下毒，害他疯癫，也是你让我冒充精神病医生，囚禁、虐待、电击，我可都上了。你指使我做这些事的证据都在我这里。如果你不给我钱，让我安全离开，咱们俩都得死。别把我逼急了，不介意拉个垫背的。我会给你钱的，不过你还得帮我做件事。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和一个陌生人组建家庭，一起生活，而且并不排斥。我家新我就住在这栋整楼，听说他还有精神病，而且私生活异常不检点。小三，今后的小三，没有你，我要出来！滚出来，小三，出来！少年，滚出来！喂，厉总，有人在网上发了夫人的不雅照，说夫人勾引他这一个有妇之夫，上赶着当小三。现在全网都在声讨夫人，她的书大概也受到了影响，暂时被她架。你先回房间，我来处理。相信我，马上把新闻和热搜全都压下去。岳父，就出来！你不是他上赶着当小三，违背公序良俗，你清楚吗？我是作家星落的未婚夫，我相信我未来的妻子。27号力士集团招标会，我会在那里把所有的真相告诉大家。历史集团招标会，那可是商业性的活动，我们进不去啊，那需要验资的。力士集团此次的项目会向所有人开放。这让人走入了历史集团的招标会。不知道，反正他都说了能去，到时候咱们22就去看看，究竟真相是什么。你相信我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欣然，真正理解你的人不需要你解释。阮慧文的手段太低级了，他只会用这种低劣的手段伤害你。可是我根本不在意阮慧文有什么手段，我只在意我的爸爸。可明明我才是他们的女儿啊！为什么他们要帮一个外人啊？别怕，伤害过我们的，我们一个个击破。来，告诉你个好消息吧，
亲子报告的结果出来了，阮慧文和你父亲就是亲生父母，阮慧文根本不是什么恩人的女儿。果然被我给猜对了，原来阮慧文就是我爸的私生女，怪不得我爸这么偏心，根本不在意我的死活。陆艳丽，厉氏集团这次招标对你们陆家很重要吧？你有把握拿下这个项目吗？眼里当然有把握了。你们看，我把谁带过来了？我是秦真，是厉氏集团厉北辰的表弟，也是厉夫人的亲外甥。这，放心，我表哥很疼我的，我说点什么他会考虑的。好，慧文啊，这次你可真的算是帮上我们陆家大忙。来，哥儿几个，让我们一起举起酒杯，敬敬我们这位秦总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看来了，跟你真刚看，那家人多帅气。眼里，你别担心，我已经跟秦真说了，他可是厉氏集团总裁的表弟。表哥，我有个朋友是陆氏集团的，他也是今天入会，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，把这个项目给他做？不可以。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会场啊？怎么，你真以为你穿一身西装就是总裁了？有些人披着人皮，就真的以为自己是人了。星辰，你这两天有没有好好吃饭？你看见没有？这都是你惯出来的，咱以后就当他死了啊！咱好好对慧文一个就好了。进入竞标会场需要验资的，你们怎么进来？眼里，这还得多亏了你和慧文姐。厉氏集团昨天晚上刚刚发布，任何人都能进会场，任何记者媒体，连路边乞丐都能进。看来是秦真的话起作用了，毕竟是厉氏集团总裁的表弟嘛。阮星辰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而来的。既然如此，当着所有记者的面，当众给慧文道歉吧。哎，你可别误会啊，眼里让你道歉呢，只是原谅你的无礼，可不是要娶你的意思。你可别自作多情啊！我看自作多情的是你们吧。阮星辰，你到底要嘴硬到什么时候？你非要以这种方式来吸引我的注意吗？闺女啊，你也真是的啊！让秦大少爷开了这个政策，你看看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进得来。再看这个穷小子啊，穿个西装，真当自己是老板了。多亏慧文换了亲，要不然嫁给这个乡下人啊，恐怕要吃苦喽。各位，招标会还有些时间，我陆延礼趁大家都在场的机会，我想给我未来的太太求个婚。慧文，你愿意嫁给我？我愿意。陆延礼，你也太受惠了吧！我记得这款戒指价值1000多万。哎，星辰，你的未婚夫不是说今天要向你求婚吗？怎么没准备吗？
关你屁事！一个乡下人在这种地方求婚，真是笑掉大牙！那么多记者都看着，他能拿出什么戒指？该不会买个银戒指吧？阮星辰，交给我吧。原来我也可以对除了陆延龄以外的人都喜，我愿意，无论贫穷富贵，我都愿意。请多指教，李太太。这不是全球顶尖设计师的孤品吗？官网上说了，这枚戒指被厉氏集团总裁1.5亿的天价拍走。你跟乡下人求婚又高仿，都不提前说的。阮星辰，你还真是上赶着丢人现眼啊！就不怕得罪厉氏集团吗？星辰，你眼前这个穷酸货，恐怕连品牌都不认识吧？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赶紧滚出去！星辰，人可以穷，但不能用赝品，而且还是跟厉氏集团总裁求婚的戒指撞款。今天是厉氏集团的招标会，你这得罪别人怎么办呢？阮星辰，你非要和你姐姐争这个面子吗？这么作践自己？记者们都在呢，听话，先回去，事后服个软，认个错，我再和伯父伯母们商量，让你重新回到家里。真是丢人现眼呀！戒指是用来约束两个人对婚姻的忠诚的，而不是用来比较价值。带这种高仿货是侵权，你懂不懂啊？更何况这可是厉氏总裁买给他未婚妻求婚用的，你这一戴，你就不怕得罪厉总吗？阿宝呢？快，赶快把他们都赶出去，别一会儿得罪了厉氏集团总裁，还会连累我们的。是谁要把我儿子赶出去？厉董，厉夫人，哎呀，我们啊正在这教育这两个不懂事的穷酸，破坏今天的招标会呢。这个人啊，就是乡下来的穷小子，根本不懂什么大品牌。他拿了个厉董高价拍来戒指的山寨货，当众求婚。我们呐，是怕玷污了厉总的心意。星露，我记得是你们的女儿吧？哎，不，他呀已经跟我们阮家断了亲了，跟我们没关系。说话呀！对。我们只有慧文一个女儿，她做的所有事情和我们阮家没有任何关系。对呀，阮星辰呐，根本就配不上什么作家的名号，况且私生活又不检点。听说啊，他的书啊都已经下架了。伯母，上次论坛会的事情有一些误会，我一直想跟您解释来着。我这个妹妹她从小就嫉妒我，眼里不喜欢她，她还要一直黏着她，甚至不惜报复我。没错，您看啊。今天是陆延礼跟我闺女求婚，他们非得来争个高低。我的儿子还需要跟谁争个高低？真是好笑。啊，一直没有好好向你们介绍我自己，我叫厉北辰，厉氏集团的总裁。他是厉北辰？你是厉氏集团总裁？星辰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我一直想跟您解释。不可能，你不是从黎岩村那个很穷的地方来的吗？怎么可能是厉氏集团的总裁呢？我就是出生在那个你们说的很穷的地方。怎么可能？我之前的未婚夫，居然是厉氏集团的总裁。本来跟我们厉家有婚约的是阮慧文小姐，但她嫌贫爱富，主动换了妻。伯母，这都是误会，这都是误会，我没有，是他逼迫我换亲的。
爸妈，你们快帮我说句话呀！他可是厉氏集团的总裁。阮星辰，你赶紧把你姐姐的婚姻还给他，这是我们两家之前定好的事情。星辰，你不是喜欢严礼吗？妈妈知道你是为了他来的，把婚事给你姐姐的。星辰，你不是喜欢严礼吗？姐姐把陆言礼让给你，你把婚事还给姐姐好不好？阮慧文，慧文，你什么意思嘛？你之前说要嫁给我们严礼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是陆言礼故意的，是他认为阮星辰有精神病，才故意推婚娶我的。你们都是带有目的的。北辰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。你们以为他穷，所以要换妻，现在知道他是厉氏总裁以后，要换回来。陆延龄，看到了吗？他们一旦有了别的选择，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被抛弃。你们阮家把我们陆家当什么？没办法呀，孩子，这和我们家慧文有婚约呢，他本来就是。够了！今天我不仅要向我的太太求婚，还要给未来的岳父岳母一份大礼。把人带进来。哎，这就是说心动和大有腿的男人，就是他。对。怎么，要我请你说吗？是他让我冒充精神病医生，再找个地方冒充精神病院，目的就是囚禁和虐待阮星辰，还让我在网上玷污阮星辰的名声。也是他从我这拿的药，他给阮星辰下毒，让他疯癫伤人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个假医生。妈，是他们诬陷我的，我没有这么做。星辰，你已经抢了你姐姐未婚夫了，难道你还逼死他吗？你怎么那么恶毒呢？不检查精神病院的资质，就直接把女儿关进去。希望你一直这样，坚持和维护阮慧文，不要后悔。而且当初不是你让我管好你的嘴。阮慧文，现在说这些也不用，咱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当初可是你给阮星辰下毒，害他疯癫，也是你让我冒充精神病医生，囚禁、虐待、电击，我可都上。这就是你们要的真相。原来这些都是阮慧文搞的鬼呀！哎呀，他这是要完全毁了星落，而且他还叫人假扮医生，真是太可怕了！天哪，正常人囚禁1年，他得多久啊？阮星辰，是你要害我！星辰，妈妈不知道你吃了那么多的苦，但她毕竟是你姐姐，别追究了好吗？都这样，你还维护他？别着急，我还有一份大礼要送你，这是你丈夫和阮慧文的亲子鉴定。不可能是父母，他们两个是父女。您还要傻到什么程度？阮慧文的母亲根本就不是你丈夫的救命恩人，而是他养的小三。小三死了，他随便找个借口把女儿带回家，结果您呢，放着亲生女儿不管，对这个小三的女儿比亲生女儿还亲。忍不动，她是我们的亲女儿。够了！当初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说慧文比星辰还要聪明，比自己亲生女儿还贴心的吗？这姓阮的这一家简直就是道貌岸然，说什么优待养女，她居然是私生女，还这么恶毒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真是恶毒这个女人。星辰，妈妈知道错了，妈对不起你。造成我今天这样，
是你们一个一个，你们所有人都是凶手。小陈，我不知道他是个假医生，都是阮慧文。我是听了阮慧文的话，以为你变乖了。小陈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都是成年人了，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。厉氏集团和陆家不会有任何合作，请你离开。小陈，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你能不能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？小陈，请出去，出去。星辰，星辰，梁离，不要了。伯母，我才是您的儿媳妇，我才是跟你们厉家有婚约的人，你们不要再相信他了。要不是看在你小时候救过我们家北辰的份上，你早就应该在警局了。救过厉北辰？对，我是救过他。伯母，您能不能看在我救过他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你的机会在我这儿早就用完。阮小姐，你涉嫌教唆他人故意伤害、伪造证件、投毒等违法行为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伯母，您能不能看在我救过厉北辰的份上，帮我这一次？我不想坐牢，求您了。北辰，你来做决定吧。他会因为恩情放过阮慧文吗？救命之恩不是你违法犯罪的理由。走。阮星辰，我不会认输的，你给我等着！慧文，爸给你找律师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好孩子，让你受苦了，以后嫁到我们家，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对不起啊，伯母，婚礼的事情我还想再考虑考虑，毕竟我们都还不太熟悉嘛。星辰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我就是过门那天，你已经答应我的求婚了，你不会不要我了吧？厉北辰，谢谢你，很感激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我没有不要你，我只是说我们两个现在不太熟悉，要不先谈个恋爱？我觉得星辰说的对，先谈个恋爱，说不定啊，有些人性格臭屁，事又多，他不想要你了。妈，您这么埋汰我，不怕到手的媳妇儿跑了？当初是谁说一定要装穷，退了这场包办婚姻，封建糟粕。你好，阮星辰，我叫厉北辰，重新认识一下，可以做我女朋友吗？好啊。谢谢你啊。谢什么？是你愿意无条件的选择我。灵岩村的盘山公路还有德家村马上就开业了，我可能得回趟灵岩村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吗？我愿意。阮星辰，你这又要干什么？我已经把这套房子转卖出去了。阮星辰，这是阮家老宅呀！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财产，怎么处置是我的事。
你提个条件，告诉我要怎么做才能放过你姐？你忘了，我早就给过你断亲书。我没有爸爸，也没有姐姐。星辰啊，你妈已经病了，你都不说看她一眼去，你这么狠心吗？我当时在精神病院快要死的时候，你们有去看过我吗？我哭着求你们不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的时候，你们有心软过吗？你应该庆幸的是，阮慧文的罪行不足以判死刑，不然我一定要把她告到死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你姐呀！你们这么手足相残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啊？阮星辰，你别得意的太早了，我会请最好的律师。你姐在里边最多待1年多就出来了，而且你别忘了，她是厉北辰的救命恩人，厉姐不会不管她。我相信，监狱的生活应该比精神病院好多了吧？希望他在监狱里好好过他的牢狱生活。阮星辰，阮星辰！你要干什么啊？干什么？当年老爷子把所有遗产给我女儿，你教唆托他偏心不给慧文，我这才百般弥补阮慧文。结果是你给我下的套。你现在是要把所有责任推到我头上，是不是？你别忘了，当初偏心慧文，你也有份儿。你爸的所有遗产是我女儿的，这套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以后也肯定是我女儿。你的东西我全扔了，离婚。你要跟我离婚？把她请出去。先生，您似乎忘了，这么多年是靠着夫人才有了今天，可您却背信弃义，带着小三的女儿回家，欺骗。那都是他自己咎由自取的。咎由自取？纵容你女儿给我女儿下毒，害她在精神病院饱受折磨。阮国栋，你放心，我会找人在监狱里照顾你女儿阮慧文的。滚！就毒妇啊你！你个毒妇！别亏我！你给我等着！给小姐打电话，让她回家。夫人，小姐电话号码早已经更换了。女儿，妈妈知道错了，你回来吧，你回来吧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有人让我在监狱好好照顾你，给我教训他！任星辰，你给我等着！他抢走陆烟里，就能抢走厉北辰。星乐，恭喜你，你的新书《星辰》又获奖了。阮星辰，阮星辰，你把老东西的家产全部变卖了，还让你爸跟我爸离婚。现在我爸身无分文，我出狱后也四处碰壁。你满意了是吗？这些不都是你自己自找的吗？和厉北辰有婚约的人是我，我还是他的救命恩人呢。阮星辰，你嚣张什么？我能把陆延离抢过来，就也能把他抢过来。是吗？你要抢走谁啊？厉北辰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，都是他，是他陷害我，他让人在监狱里折磨我，
我小时候还救过你呢，你忘了吗？你是不是以为所有人都是陆眼里那种蠢货呀？分不清明珠和沙粒？啊，我救过你是真的，这是你妈亲口说的。我不管，我今天要你把救命之恩还给我。是吗？你想让我怎么还啊？我要你娶我，反正你们俩现在还没有结婚。我要你现在立刻马上告诉记者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。真是可笑，你凭什么觉得你的恩情比我老婆还重要？他说的也没错啊，这要是陆眼里，早就答应他。啊，老婆，你是在拿我和陆眼里那种脑子有坑的人比啊？那种人亲情、友情、爱情全部混为一谈，肯定是脑子有问题啊！看在你脑子这么清晰的份上，这个就当做奖励你的。接下来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当年的真相。真相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救命！救命！我不会游泳。你不会游泳？那当年落水的厉北辰是谁救的？那是因为他是我救的，不是你。从小到大，我的功劳都被你抢走，一次两次也就算了，可是后来变本加厉。你刚才说当年是你救的我，所以你早就知道。1年前他在招标会上说是他救了你，我就知道他在撒谎，他根本不会游泳，他以为我忘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怕你跟我妈还有陆眼里一样分不清恩情，还有其他感情吗？所以你不告诉我，是因为你想随时抽身离开我。厉先生，恭喜你成功的通过了我的考核。那么，阮星辰小姐，你现在可以嫁给我吗？厉先生，看到了吗？一直都没有摘，你说呢？厉总啊，结婚之前先把游泳学会，不然啊，到时候万一有个会游泳的人跟我抢你呢？好的，老婆。阮星辰，凭什么所有好事都落在你头上？我眼里喜欢你，就连他也喜欢你。你和爷爷把一切都给了我，给你定了乡下人的婚约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爷爷从一开始就知道厉北辰的身世。爷爷虽然偏心，但是他还是为您考虑了周全。今天有这一切，都是你自己做的。不好意思，请离开。我是新娘子的亲生父亲，你凭什么拦我？很有脸来。抱歉，我们夫人说了，她只有爷爷，没有爸妈。爷爷去世了，花贝，请走吧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家星辰，这是我所有家产，帮我转交给他。以后我再也不会打扰他。伯母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卡就不用了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厉家不缺钱，夫人也足够优秀，她也不缺钱。这钱您自己留着吧。
好啊，我就知道你很有钱，当初跟我离婚，让我净身出户，吃尽了苦。这钱肯定是我们婚内共同财产。这钱是我变卖婚前房产和首饰的钱，跟你没半毛钱关系。带着你的好女儿，过你们俩的好日子去。妈，你最疼我了，你真的不管我的了。你们俩把我星辰害得那么惨，我巴不得烧死了你们俩。请离开。伯母，想过去吗？没有意义。星辰，星辰，我找了你1年，你一直不肯见我。星辰，你真的不爱我吗？陆先生，请自重。我不是来破坏婚礼的，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，阮星辰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好好珍惜你爱我的时候。陆总，请走吧。星儿姐姐，我好喜欢你的书，听说书里面很多故事都是你的亲身经历，我也被渣男伤害过，能不能问问你，被渣男伤害后要怎么才能走出来呀？往前看，总会有更好的人在等你。